你只是偷看了师尊绝美的玉足，没想到竟直接触发了系统提示。选择1，立刻跪地道歉，请求师尊原谅，师尊信任度加10。选择2，只因师尊太美，你把持不住，把师尊冲了，奖励新手大高1分。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我如父如母的挚爱师尊啊！系统你看错人了。奖励提升至仙品，看人真。师尊卸甲，我叫你卸甲。再拖2个半小时后，师尊浑身瘫软，香汗淋漓，满脸恨意的瞪着你。这一切都要从你师尊突破圣法失败说起。长青为师突破失败，身受重伤，修为暂时全失，需要闭关疗杀，你来替为师护法。顾熙冉说了几句，却并未听到你的回答，只看到你仿佛要将他吃干抹净的目光。孽徒，你在看什么？可恶，这个孽徒竟然在偷看我，而且目光还如此大胆，真是岂有此理！吴东你咽了咽口水，检测到宿主对师尊产生异样情感，激活大反派系统，选择1跪地认错，师尊信任度加10，选择2冲师，奖励新手大礼包1个。如开头所说，你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冲师。师尊啊，这不怪我呀，实在是弟子把持不住啊，要怪就怪只因你太美。你笑嘻嘻的走上前，顾熙冉瞪大了双眼，看着你一步步的朝自己走来，脸上带着几分慌乱。逆仆，你想干什么？我可是你师尊，你千万别乱来。师尊，徒儿听说您老人家身居玄阴体，妙用无穷啊！顾熙冉瞬间慌了。虽然她是身份高贵的仙子，但此刻在你面前却没有半点作用，而且洞府内早已被她布下了阵法，她就叫掉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救她。顾熙冉浑身上下止不住的颤抖。孽徒，你若是敢对我做这种事情，我一定会杀了你！该死的，这孽徒竟然敢！当初自己怎么就瞎了眼，收了这么个狼心狗肺的弟子？嘿嘿，你越反抗，我越兴奋。逆仆，你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等我恢复修为，我要杀了你，一定要杀了！洞内起初还有顾熙冉的咆哮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声音逐渐变成呜咽声。2个半时辰之后，顾熙冉累得睡着了。你看着身边瘫软的娇躯，脸上露出几分自责的笑容。不得不说，师尊大人的玄阴体当真是恐怖。我炼气9重的修为，如今竟然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到了退凡境中期。你恬不知耻的自言自语。随后起身，此时耳边响起系统声音：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获得新手大礼包超级版。恭喜宿主获得9幽神魔诀仙级。恭喜宿主获得满级天赋，悟性值加999，根骨值加999，潜力值加999，魅力值加999，耐力值加999。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体质苍天霸体仙级。恭喜宿主获得真爱骨地级。恭喜宿主获得9品破圣丹。牛逼，太牛逼了！现在我的起点可谓拉满，最关键的是我的耐力爆满。原本2个半时辰完事，现在估计得1天。太爽了！不过这个真爱骨是什么？真爱骨施展之后，对方对你的爱至死不渝，永远不会伤害你，除非突破到地境，才能摆脱蛊虫控制。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你心念一动，大手一挥，将蛊虫放入顾熙冉的体内。亲爱的师尊大人，往后我就是你最爱的男人了。做完这一切的，你心情大好。半个时辰过去，顾熙冉缓缓醒来，而看见眼前的你，他顿时被吓了一大跳。苏长庆，原来刚才的一切都不是梦，我要杀了你！我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清白之身，竟然被你这个混蛋夺走了！亲爱的师尊大人，你舍得杀我吗？舍得杀你吗？原以为自己会毫不犹豫的回答，然而当他想要杀你的时候，心中忽然一阵抵触，内心中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他，自己是爱苏长青的，绝对不能伤害他。你对我做了些什么？顾熙然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连忙内视，立即便发现了真爱蛊的存在。这是蛊虫，孽徒，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放心吧，师尊，这个蛊虫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只不过从今往后你会越来越爱我。该死的孽徒，我真的想现在就杀了你！师尊大人不必生气，徒儿还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大礼？我信你个鬼！指不定这个孽徒又想着怎么侮辱自己。该死的！你干笑一声，然后从系统中取出一枚9品破圣丹，丹药出现的一刻，浓郁的丹香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什么东西？这叫破圣丹，能够帮助武者突破圣境，不知道师尊大人想不想要？顾熙然感受到丹药的圣级气息，眼神中的渴望难以掩饰。他当然想要，但身为师尊，又刚被逆徒侮辱，现在让他去求这个存在，他做不到。师尊大人果然是个傲娇，亲爱的师尊大人，徒儿给您的孝心就收下吧。你还算有点良心，不过别以为我会原谅你。师尊，徒儿这么有孝心，师尊大人不该给点奖励吗？你凑了上来，一把抱住了师尊大人柔软娇躯。此刻他被你这么一抱，瞬间就再次慌乱了起来。孽徒，你又要干什么？当然是奖励啊！什么鬼？还来？抱歉啊，实在是师尊太美，忍不住了。你这该死的孽徒熟虑的不成，简直疯了！你只是偷看了师尊绝美的玉足，没想到竟直接触发了系统提示，立即出师获得新手大礼包。师尊，卸甲，我叫你卸甲。再拖，1日后，你神清气爽的起身，修为直接从退凡境中期突破到了后期，真是太感谢师尊大人了。我如今的修为已经突破退凡境后期，不过我还没有合适的武学功法，是时候去藏经阁选2门武学了。想到此处，于是你便离开了洞府，直奔藏经阁。可还没到，此时却有一男一女拦住了你的去路。这不是苏师兄吗？怎么有空来藏经阁了？哦，原来是李凯师弟啊！听说苏师兄是封主亲传弟子，但修为还是炼气9重，看样子天赋不怎么样啊。相比苏长青，我可是突破到了退凡境中期，这次我要在坛主师妹面前出一次风头。检测到宿主被嘲讽，选择1，隐忍不发，等到日后一鸣惊人，奖励点技术。选择2，装逼我叫你飞起来，奖励0级中品武学猛犸拳。选择3，
当面牛头人，奖励自己灵童。这个选择3有点东西啊，牛头人，嘿嘿，我喜欢，我选3。此时你目光看向李凯身旁的女弟子，看样子应该是傍上李凯了。思索片刻后，你随即开口：“这位是谭竹师妹吧？”“是的，苏师兄，我们曾在入宗时见过。”“谭师妹，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心向往之。前些日子师尊给了我几十瓶义气丹，不知道谭师妹有没有兴趣帮我分担一点？”“什么鬼？几十瓶义气丹？义气丹可是价值极高的3品丹药，一名外门弟子1个月才能分到1枚。”此刻的谭竹眼前顿时亮了起来，怎么选一目了然。李凯见谭竹此反应，顿时慌了。好不容易追到了自己的女神，可不能被撬走了。苏长青，你不要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贪图富贵，小猪才不是那样的人。你的义气丹我们看不上。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纯爱？看不上？呵呵，太年轻了，让子弹飞一会。李凯，你今天出门先迈的左脚，而我迈的是右脚，所以我们不合适。苏师兄才是我的真命天子。苏师兄，谭竹师妹的手真嫩啊。苏师兄，你好坏啊。这就牵手了，这么久以来我连手都没摸一下，你一来就直接上手了，我他喵！苏长青，你找死！李师弟是要去藏经阁吧？貌似外门弟子只能去第1层。那我就不打扰你去看那些垃圾武学了，我还得去4层看看灵级武学呢。你！李凯听到这话，气得直接一口鲜血狂喷，晕了过去。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获得奖励超级版自级神童仙级神通1，可看破一切幻术，无视任何精神攻击，催动之后可放慢对手速度10倍。神通2，重塑血轮眼，施展幻术将对方刮入幻术空间。苏师兄，你刚刚说给我几瓶义气丹，什么时候给我呀？谭师妹，你先回去，回头我派人送到你的住处。太好了，那就多谢苏师兄了。恋爱祖师爷曾说过，钱是给你们看的，不是给女人花的。用几瓶义气丹就能换一双子级神童，完全是赚大了。走进藏经阁的第4层，你开始寻找功法，最终你的目光停留在一门武学上。大荒球天指，这竟然是一门玄级上品武学，但可惜这本是残缺。发现残缺武学大荒球天指，选择1，残缺武学狗都不要，再换一本武学，奖励义气丹10瓶。选择2，狗都不要我要。真正的反派要有非同常人的眼光，奖励大荒球天指完整版。我选2，完整版的大荒球天指可是玄级上品武学。选择成功，获得大荒球天指完整版。领完奖励，随后你便回到了凌云峰。此时顾熙然已经醒，伤势也恢复了不少。孽徒，你还敢回来？徒儿还得帮师尊大人疗伤呢，怎么忍心不回来？今日我已恢复些许修为，你休想再碰我。师尊大人不要太气盛，以我现在的修为还可以压制你。这怎么可能？这孽徒竟然突破了退凡境后期，可恶！你为何会有如此实力？这不多亏了师尊大人助我修行。我呸！无耻之徒，真不要脸！你看了一眼师尊大人，嘴角咧出一抹笑容，随即又抱住了他柔软的娇躯。偷看了师尊绝美的玉足，没想到竟直接触发了系统提示，立即充值获得新手大礼包。师尊，谢甲，我叫你谢甲。再拖。半日后，你在凌云峰顶仅用了3个时辰，就将大荒球天指修炼至圆满。这逆徒竟然有如此高的天赋！亲爱的师尊大人，您的徒儿修为小有突破，不知道能否给点奖励？给，这是空间戒指，谢师尊大人赏赐。孽徒，你干什么？拿几样也就算了，你怎么有脸全部拿走？可是我都挺想要的。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孽徒？多谢师尊大人。随后你离开了凌云峰，便朝着任务殿的方向走去。告示牌上的任务种类繁多，却都是贡献点极少的任务。此时一名男子向你走来。这位师弟，你是来领取外门任务的吧？在下李生云，我们几个接了一个顶级任务，正好缺1个人，不知道师弟有没有兴趣？有点意思，什么任务啊？这3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这次是去斩杀一条贡献点3000的天兵蟒，感不感兴趣？就是啊，师弟，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就找别人了。这几个家伙拿我当丁真骗了，想必是准备把我当诱饵，引诱天兵蟒罢了。检测到宿主被蛊惑，选择1，直接拒绝，当众揭露他们的阴谋，奖励全级下品武学1部。选择2，真正的反派就是要阴险狡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他们的命，奖励随机1种顶级建议。想要害我，你们已有取死之道。我选2，几位师兄师姐好意，在下当然愿意一起去。于是直奔东边的连云山脉，前面就是天兵蟒的地盘了。那几位师兄师姐，你们先去，我就在这等你们。我们喊你来，可不是让你躲在后面的，你去将那天兵蟒引出来，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我不去呢？我手里的刀会让你乖乖听话的。就在此时，你发动大荒球天指，张文涛瞬间被抹杀，其他几人见此顿时大惊。瞬间，你再次发动大荒球天指，将李生云和王亮直接抹杀。仅剩的李小雪吓得差点尿了。对不起师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不要杀我，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那你去把那头天兵蟒给引出来。我不去，会死的。你用长剑抵在李小雪的脖子上，为今之计，他只有赌一把。他快速的朝着寒潭挥出一剑。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身躯从寒潭之中飞速袭来，一口将李小雪狠狠吞下。随后，你将天兵蟒拉住，取出了他的怒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顶尖建议大和建议。此事过后，回到任务殿，众人看到你拿着天兵蟒的内都非常吃惊。慢住，我记得这个天兵蟒的任务是被了圣韵解了，为什么内丹会在你手上？你说李师兄啊，他们4人为了保护我和天兵蟒同归于尽，我这才侥幸活了下来。你说什么？李圣韵死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声响，来人正是李胜云的哥哥李云飞。苏长青，是不是你杀害了我的弟弟？我只是退凡境修为，怎么能杀害轮海境的师兄呢？既然师弟不愿承认，那我们就过招吧。此话刚完，飞变得一匹疾飞。门口忽然出现一道身影，是谁敢偷袭我？楚玄师姐，就你还想动我师弟？不，我没有。最近师姐都在外面忙，没想到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挑衅咱们凌云峰了。放心，有师姐在，走吧，小师弟，我们回峰。好，玄儿你回来了。你将任务的整个过程全部告诉师尊。得知这一切后，师尊很是生气。过些时日，等我修为恢复，我会亲手把这个债讨回来。
师尊大人好霸气，想冲。对了，长青啊，明天你师姐回云飞城，你跟着出去历练一番。应检测到宿主与师尊分离，选择1，死也不走，奖励不要脸程度+1；选择2，跟着楚玄去飞云城，获得奖励古灵冷火。这可是一伙不可多得的好东西。选2，虽然留在师尊身边很好，但是这地级太香了。那好吧，我愿意出去历练一番。好，太好了，这孽徒终于走了。楚玄啊，你小师弟就交给你了，务必保证长青的安全。放心吧，师尊，有我在，小师弟不会有事的。时间不早了，你们2个都回去早点休息吧。楚玄答应，正准备出门，却发现苏长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小师弟，你不走吗？师姐，你先去吧，我想跟师尊多聊一会，马上就要远离师尊而去，我心里有点舍不得。小师弟和师尊的感情果然深厚啊。那好，你好好陪师尊聊一聊，我就不打扰了。说着，楚玄很懂事的离开了，而此刻的顾熙然却是一脸懵逼。什么鬼？不是吧？这狗东西想干什么？孽徒，你赶紧回去，为师和你没什么可聊的。师尊大人，徒儿马上就要走了，临走之前要再帮师尊大人疗一次伤。1个月之后，师尊的修为绝对会恢复不少，到时候我打不过师尊，所以及时行乐可就不能怪我了。孽徒，该死的孽徒！顾熙然气得不行，整个人浑身颤抖。第2天一早，苏长青和楚玄便乘坐飞舟离去。顾熙然望着2人离去的方向，脸上露出几分笑容。该死的孽徒，敢如此侮辱为师，下次回来定要你好看。小师弟，飞云城中在进行天骄比试，我是那里的城主，你也去见识一番吧。明日有一处遗迹开启，到时我再带你去，有我在，你尽管大展身手。你颇感新奇，点头答应。随着你2人滔滔不绝的交谈，很快灵舟驶入飞云城上空，到达武者比试的现场。刹那间，整个会场寂静无比，无数人呆呆地抬起头。城主大人，竟然是城主大人！妈呀，以往的天骄盛会城主大人都未曾来过，怎么这一次来了？无数人议论纷纷，一个个看向楚玄的眼神都直了。此刻，一位叫赵凯的武者颇为激动。卧槽，城主大人居然来了！我是唯一一个突破轮海境的武者，一定是城主听说了我惊人的天赋，所以特意来看我比赛的。同时，各族族长见楚玄到来，连忙朝着楚玄迎去。参见城主大人。诸位不必客气，这是我师弟苏长青，我陪他来看看。见过苏公子，公子大驾光临，我飞云城上下蓬荜生辉啊！就是。不多时，众人落座，随着比赛开始，场中开始了战斗。小师弟，你觉得下面的战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上去参加一下，拿个冠军？1检测到飞云城天骄大比，选择1，拒绝参赛，没什么兴趣，奖励中品灵器1件；选择2，参加比赛，夺得第1，奖励全级上品武学拈花指。我选2。行啊，不过他们实力太弱了，等决出前10再说吧。嚯，小师弟要亲自动手啊，这可有意思了。下面这些武者正好当做小师弟的试金石。不多时，经历几轮的比试，终于决出了飞云城前10名天骄。其中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赵凯突破了轮海境，实力远超众人。但更为震惊的是，白家同样也藏着一位轮海境。这怎么可能？竟然还有轮海境的武者！白家主，你白家藏的这一手可是够深。哈哈哈，那里，我也是才知道，太好了，今天就连城主大人都来了。如果我白家夺冠，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呀。胜负还未可知，就让他们继续吧，我倒要看看谁能拿下冠军之位。就在众人准备战斗继续的时候，楚玄的声音忽然传来：诸位且慢，我小师弟也想上去比试一番，各位认为如何？我小师弟可以凡境修为，也想上去比试一番，如何？自然是可以的，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你闻言起身来到擂台，台下2位轮海境武者见此，脸上露出一丝不屑：小子，别以为你是太玄宗弟子，我就怕了你。一起上，我们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既然一起出手，那就别怪我欺负你了。几人身影急速划过，朝着你的方向攻来。雕虫小技罢了，大黄球天指第一式。刹那间，你一指轰出，凶光掠影，紧接着擂台上众人全都轰飞出去，个个鲜血狂吐。弟恭喜宿主获得全级上品武学拈花指。小师弟，你的实力真是让师姐有些震惊啊！师姐客气了，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好，我这位师弟还真是不简单呐，我都有点喜欢了。楚玄点点头，带着苏长青准备回去，望着2人离去的背影，所有人目光一刻没有偏移，他们都已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天骄。夜晚，城主府演武场，在你满级悟性的加持下，拈花指不多时便已修炼圆满。3个时辰就圆满了，我这小师弟还是人吗？楚玄在一旁咽了咽口水，一脸震惊，心中对你的欣赏更上一个台阶。翌日清晨，楚玄亲自带你出了城，马上便来到了一处遗迹。小师弟，此次进入秘境中有2人实力最强，需要格外注意。雷家2少爷雷克明，法相境后期修为；魅魔门圣女候选人林木希，法相境后期修为。苏长青听着楚玄的提醒，心中默默思索，他要做的并非高调，而是藏拙。快看，秘境要开启了！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只见秘境方向传来震动，一座秘境拔地而起。小师弟，秘境要开启了，一定要小心。放心吧，师姐，我会小心的。我先进去了。好。你进入秘境，混迹在人群中，由于修为中等偏下，因此并没多少人注意到你。弟成功进入秘境，获得9幽谷灵火地级。系统声音响起，紧接着你体内出现了9幽谷灵火，不愧是系统出品，真他妈牛逼啊！你看向秘境之内，众人面前乃是一道阶梯。2少爷，想来这就是第1道关卡，依我看，不如找个人先上去试一试，要是没危险了，咱们再去。有道理，你上去。被指那人走上阶梯，99层阶梯。当他走上第1层的时候，顿时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传来。看样子没有危险，走，先上去。雷克明说完，立马当先上了阶梯，林木希也立刻跟上。紧接着，无数武者纷纷开始向上攀登，有点意思。而后你隐藏人群中，不急不慢地向上走去，在苍天霸体的加持下，不多时你便走到了第99层。通过第1关，众人来到一处密道，面前是无尽的黑暗。忽然，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不好了，蜘蛛，全是蜘蛛！”
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数百只蜘蛛正朝着众人涌来。轰隆隆，蜘蛛率先发动了攻击，不少武者还没反应过来，直接被干掉。雷克明见此，率先杀了出去，身后武者纷纷跟随。你隐匿在人群中，仅仅暴露退凡境巅峰的实力。半个时辰后，蜘蛛全都被斩杀干净，但数百名武者已仅剩几十人。雷克明没有过多停留，率先向外方冲去。众人见状连忙跟上，你依旧隐藏在人群之中。众人走出密道，来到了一处宫殿面前，上面写着2个大字丹殿。没错，这座宫殿的主人是一位皇者境的炼丹师。炼丹师，这秘境的主人竟然是一位炼丹师，发达了，绝对发达了，太好了！所有人全都丧失理智一般，疯狂地朝着里面飞去。刹那间，100多名武者疯狂地朝着宫殿内狂奔。D. 检测到丹殿存在，选择1，当个过客，看看而已，宝物分毫不取，奖励好人光环；选择2，验过拔毛，3个青铜箱1个不留，奖励心灵奴役，D 级神通，心灵奴役可控制对方精神，不可背叛。这玩意可是控制心神绝佳的好东西，我选2，里面的宝物我要，系统的奖励我也不会放过，嘿嘿。随即你走进了宫殿，此刻里面为了争抢宝物，已经开始了内乱。偌大的宫殿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丹药，最前面有3个青铜箱子，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非常珍贵。林木犀，这3个青铜箱都是我的，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不然的话，老子连你一块干掉。他可不是孤身一人，身后还有10几名雷家弟子，其中有2个法相境的实力，10几个轮海境。然而面对青铜箱，林木犀没打算退让。该死的，眼下不是犹豫的时候，青铜箱里的东西我必须要得到，不可能。不可能是吗？看样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都说魅魔门3位候选圣女美艳无双，我倒是想看看你有多美。老子今天就在这把你办了，一起上！雷克明没有丝毫留手，林木犀没有退让，几人瞬间缠斗在一起。你看着众人的战斗，暗自估算了一番自己的实力。在众人消耗的差不多之后，你悄咪咪地摸索进了丹殿之内，走到3个青铜箱面前，你笑嘻嘻地将3个青铜箱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嘿嘿嘿，宝物到手了！这3个青铜箱存在的岁月悠久，里面想来是这位丹殿之主的传承。D. 恭喜宿主获得心灵奴役 D 级神通。刹那间，你脑海中出现了一门神通——心灵奴役。感受着心灵奴役这门神通的强大，你脸上露出些许笑容。然而此刻雷家弟子发现了你的存在，不好了，青铜宝箱被人偷走了！这一道声音传来，场中的战斗瞬间结束，所有人看向你。妈的，臭小子，连老子的东西都敢抢，真是不知死活！雷克明满脸怒气地说道。刚刚重创了林木犀，原以为这次宝物和美人都要到手，没想到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个臭小子，竟然偷走了自己的青铜宝箱。妈的，不知死活！雷浩，去把这小子给我干掉！雷克明指雷家弟子说道。小子，区区一个退凡境武者，竟然这么不知死活，今天你死定了！说罢，他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他便出现在了你身前。紫极仙瞳开，大荒求天指，轰隆隆，刹那间，你战力全开，砰！一道恐怖的爆炸声响起，紧接着，在所有人懵逼的眼神中，雷浩的身体直接爆炸，死得不能再死。这怎么可能？雷克明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在场的所有雷家弟子全都像是见了鬼一样。林木犀苍白的脸上闪烁着浓郁的惊骇。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当然是杀你的人了。既然已经斩杀了雷家弟子，索性就把所有人全都干掉，斩草除根，这才是基本操作。大荒求天指，你话音刚落，雷克明身前一个又一个的雷家弟子，仅仅在瞬息之间全都惨死，一人一指，没有丝毫的停顿。13名雷家轮海境弟子全部战死，雷家也不怎么样嘛。该死，小子，今天我雷克明和你不死不休！正好拿你试试我如今的实力。大荒求天指，轰隆隆，恐怖的灵力纵横，这一指乃是整个功法最强悍的一击。砰！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个丹殿，也让你更清晰地认知到了自己的真实战力。至少在地煞境以下，你几乎是无敌的存在。不过你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真气不足，你准备离开丹殿。然而就在这时，林木犀的声音传来：等一下。你转过头，看着脸色有些苍白的林木犀，此刻的他依旧伤势不轻。怎么，你也要动手？没有，这位公子，那个青铜宝箱能不能让给我一个？就一个，求求你了。林木犀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烁，上半身的那一对若隐若现，看起来极为撩人。你要是再敢动用精神秘法诱惑我，信不信你今天走不出这个秘境？你浑身上下散发着凛冽的杀气，顿时让林木犀一顿。刚刚他试图使用精神秘法诱惑你，没想到竟然被对方识破了。林木犀被你这一声呵斥直接惊了一下，不敢说话。青铜箱子我不可能给你，不过你拿青铜宝箱无非就是想夺取魅魔门圣女的位置，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夺取圣女之位。真的吗？什么办法？咱俩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平静的话语带着几分嘲弄。林木犀顿时一滞，又低头思索了一番。他是想双修吗？这么帅，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吧，给你个机会，若是投靠我，不仅能帮你扶上圣女的位置，还能成为魅魔门门主，如何？你笑眯眯地说道，言语中带着若有若无的诱惑。没错，你确实起了收服的心思。林木犀的天赋不错，擅长精神秘法魅惑之力，若是日后拿下魅魔门圣女的位置，想来对他也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长得还算不错，勉勉强强可以当个暖床丫鬟。然而听到你的话，林木犀脸色瞬间变了，思索片刻后还是艰难的开口：你确定能帮我扶上圣女的位置？当然。那好，我可以投靠你。我刚刚已经想了无数可能，或许投靠我唯一的办法，这个神秘年轻人必然是来历非凡，仅仅退凡境就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实力，若是等他突破到法相境会更加恐怖。
看到林木熙如此模样，你微微一笑，瞬移到他的面前。相信我，这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说不定日后哪怕是圣境武者都会羡慕你。这个男人好强烈的自信，但我能够清楚的感知到，他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不知为何，林木熙心中竟然也多了几分信任，放开心神。林木熙闻言也不再反抗，直接放开了心神。心灵奴役，你直接施展神通心灵奴役。神通施展的瞬间，二人之间似乎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你只要一个念头，不仅可以让林木熙痛不欲生，甚至可以让他直接爆体而亡。林木熙显然也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知道自己如今的一切都是在你的掌控之中。没想到此人竟然如此恐怖，连这种控制人心神的秘法都有。可以了，林木熙参见主人，不知道主人打算怎么帮我成为魅魔门圣女。林木熙参见主人，不知道主人打算怎么帮我成为魅魔门圣女。很简单，魅魔门每一代3个候选圣女，直接把另外2个干掉不就好了？可那2位身边有王者境强者守护，怕是不好动手。放心，不需要你动手，你只需要把他们2人的行踪透露给我，剩下的我来做。这么简单？行了，先出去吧。林木熙答应。你2人一前一后出了丹殿，此刻丹殿外站着数十名武者，刚刚丹殿之内爆发出恐怖的战斗，他们全都不敢进入其中。如今看着林木熙和你走了出来，众人脸上全是震惊之色。雷克明呢？雷家弟子呢？怎么全都没出来？一个个武者朝着2人身后看去，却始终看不到任何身影。就在众人面面相觑之时，忽然一股庞大的吸力将众人吸出秘境之中。不多时，众人再次睁开眼，已经出现在了秘境之外。楚玄早已在秘境外等候多时。就在这时，雷家方向一名老者脸色愈发难看了起来。不对，二少爷呢？我雷家弟子呢？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出来？这怎么可能？雷霸元目光凛冽，而后他随手抓了一个轮海境散修武者，说：“我雷家弟子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没有出来？”我也不知道，当初大殿之中只有他们2个在，我们都退出来了。瞬移主角2人旁，你们2个动的手，该死的，杀了我这么多雷家弟子，今日我要你们2个留下来陪葬。雷霸元冷声道，目光冰冷，浑身上下气息流转。林木熙面色不变。此时，一名老妪到来，将林木熙护至身后。怎么，雷家要与我魅魔门动手？雷霸元闻言瞬间一滞，魅魔门若是真的开战，而他雷霸元也承担不起开战的后果。嗨，认错了，这小子才是凶手，敢杀我雷家弟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雷霸元十分聪明的把矛头对准了你，一个退凡境巅峰的小武者，正好拿来做替罪羊，是吗？我一个退凡境怎么能杀掉法相境的武者？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哼，你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今日我便替雷家斩杀了你。说罢，他便准备动手，王者境的威压瞬间袭来，林木熙瞳孔一缩，正准备让身旁的老妪动手帮忙，忽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你身前。你也配对我小师弟动手？楚玄仙子，楚玄数年前刚刚踏入王者境之时，一举斩杀了3尊王者境武者，威震天下。没想到他竟然是这小子的师姐。楚仙子，误会，都是误会。雷霸元连忙解释道。然而楚玄懒得跟他废话，他一指点出，轰！刹那间，雷霸元被直接抹杀。我的天，这也太恐怖了！虽然雷霸元和楚玄同为王者境武者，但王者境之间也是有强有弱。很明显，楚玄就是最强的那一批。面对雷霸元这种垃圾王者境，仅仅一指就将其灭杀。小师弟，走吧，该回去了。好，你微微一笑，而后跟着楚玄离开了。望着你离去的背影，林木熙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原来如此，他竟然是太玄宗亲传弟子，太好了！苏婆婆，咱们走吧。转场城主府，小师弟，你是说雷家弟子还有那雷克明在内所有人都是你杀的？小师弟，你是说雷家弟子还有那雷克明在内所有人都是你杀的？是啊，不过我是趁着林木熙和雷克明战斗到极限才出手的，算是有些取巧。一个退凡境武者取巧杀了一个法相境后期武者，连带着干掉了一个法相境初期和数十个轮海境武者，这是取巧？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现在看来我是大大低估了小师弟了。小师弟，这样一来，那秘境之中的宝物都在你手上了。是呀。而后在楚玄的目光中打开空间戒指，取出青铜箱子里面的宝物，丹药全解，9转皇者丹，神识凝练术。我的天，小师弟，你发了，这全是宝物呀！丹药全解无需多言，乃是这名皇者的炼丹心得，而且还包含许多失传已久的上古丹方。9转皇者丹能够帮助王者境武者突破到皇者境，足以让无数王者境武者眼跃。至于神识凝练术，这是一门很奇特的功法，没有品级，只有一个作用，通过异火凝练神识。师姐，你应该离皇者境不远吧？这枚9转皇者丹应该对你有用，你拿去吧。楚玄闻言瞬间愣了，看着9转皇者丹，他整个人也是有些傻眼。他没想到这么珍贵的丹药，你竟然二话不说，没有任何思索就给了自己。小师弟，这枚丹药太珍贵了，而且以你的天赋突破王者境是迟早的事，这枚丹药你日后也能用得上。师姐，你可是我最亲的师姐，你的实力越强，做师弟的自然越开心。我突破王者境还早，你先用，师弟还等着你罩着我呢。得此小师弟，夫复何求啊！怪不得师尊大人如此疼爱这位小师弟，哪怕出来之前都要连夜为小师弟传道授业。小师弟实在是太好了。楚玄也不再拒绝，他拿过丹药，脸上浮现出一抹柔情。小师弟放心，有师姐在，没人敢欺负你。咱们可是至亲的师姐弟关系，师姐放心突破。好，和楚玄聊了一会，你回了房间，钻研剩下的2个宝物，丹药全解，神识凝练术。你先翻看那本神识凝练术，这门功法确实很有意思，而且极具开创性。
毕竟通过异火灼烧神石来进行修行，绝对很疯狂。不过好处也是很大的，你再次看了几遍，在满级悟性的加持下，便全部领悟。而后着手开始修行，以异火灼烧神功磨练神石，不断凝练，剔除杂质，从而增强神石强度。你直接按照神石凝练术开始修炼，半刻钟后，你脸上满是痛苦之色，但你依旧在苦苦坚持。半个时辰之后，你脸色惨白，浑身上下虚弱无比，燃烧神石的异火也停止了。此刻你一脸虚弱地坐起身来，但是瞳孔中却散发着熠熠神采。这门神石凝练术还有进行神石攻击的手段，不过神石强度需要达到地煞境才能动用。随后，你目光看向丹药全解，你看得津津有味。以你满级悟性的天赋，那些个1、2、3品丹药看一眼就知道怎么炼制。只不过炼丹需要丹炉，得去找师姐要个丹炉试一试。你来了，兴致打定主意去找楚玄要个丹炉和一些炼制丹药的灵药。听到你要炼丹，楚玄一脸懵逼。小师弟，你之前接触过炼丹？小师弟，你之前接触过炼丹？没啊，这不刚看了那个丹药全解吗？我练练手试试看。楚玄没拒绝你的请求，他也很好奇自家小师弟能不能真的炼制出来。不多时，炼丹炉和灵药都准备好。你拿起眼前这个紫色的丹炉，眼神平静，紧接着脑海中回忆起丹药的炼制。一品丹药回气丹能够恢复真气，算是比较常用的一品丹药。将灵药放入丹炉之中，紧接着你升腾起异火，那冷色异火出现的瞬间，整个大殿的温度仿佛都提升了无数倍。这难不成是异火？乖乖，小师弟到底什么来路？竟然连这种恐怖的异火都有，不会真是什么大能转世吧？楚玄这边还在想着，而此刻的你已经来到了关键时候。凝丹，下一刻，一股丹香从丹炉之中传来，成了，成了！我靠，不是吧？这就成了？没天理啊！3枚丹药，1颗极品，2颗上品，还不错。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1颗极品，2颗上品。小师弟，你真的不是什么老怪物转世吗？当然不是，我就是个普通武者。紧接着，你没有理会楚玄震惊的目光，继续开始了炼制2品丹药解毒丹。半刻钟后，丹炉之中再次传来丹香，3颗上品，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足足2个时辰之后，伴随着丹炉传来的一阵阵丹香，你终于在5品丹药时失败了。刚刚炼丹的时候，我体内的真气消耗一空，而且掌控力不够，想来应当是我如今修为尚且不够，无法炼制。师姐，丹炼的差不多了，我回去修炼了哈。你的话将楚玄惊醒，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回了房间开始修炼。距离太玄宗大比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想来这次回去之后，师尊大人的修为能够全部恢复了吧？你笑着摇摇头，而后开始修炼。日复一日，就这样20日后，城主府内无数灵气汇聚，方圆数十米内的灵气仿佛瞬间消耗一空。看样子小师弟又要突破了，真是个妖孽啊！砰！只听见一声巨响，紧接着你来到了楚玄面前穿。小师弟，轮海境中期又突破了，侥幸突破轮海境中期。不过师姐，你是不是快突破皇者境了？不错，已经在王者境巅峰磨练了些时间了，距离皇者境仅有1步之遥。过段时间我打算回宗突破皇者境，若不是小师弟的那枚9转皇者丹，我怕是还好再打磨一段时间才敢突破。太好了，师姐要是突破到皇者境，战力又要飙升了。不过跟大师姐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整个太玄宗，大师姐是我唯一敬佩之人，修为之强，修行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不知道大师姐什么时候回宗？大师姐在谋划突破至尊之境，估计短时间内怕是不会回宗吧。不过小师弟，3日之后就是宗门大比，再过2日就要准备回宗了。这一次的外门第一，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说到回宗，师尊大人应该不会报复我这个可好弟子吧？在飞云城待了2天，你和楚玄就准备回宗了。不多时，灵舟降落到了凌云峰，你和楚玄下了灵舟，只见师尊站在凌云峰上。师尊。不错，长青，为师在这，怎么不过来？难道见到为师不开心吗？怎么会？师尊大人，我最想你了。这1个月没有你的日子，你都不知道我多想你。这就是小师弟啊，和师尊感情真好，是吗？那今天晚上为师帮你好好修行，是吗？那今天晚上为师帮你好好修行。靠！完了，师尊大人恢复修为了，这是要翻身了。不用了，师尊大人，明天就是外门大比的日子，我还是安心准备大比吧，不劳烦师尊大人了。正是因为明天大比，所以今天晚上为师要好好操练你。玄儿，你这次回宗打算待几天？多亏了小师弟，前段时间获得1枚9转皇者丹给了我，有这枚丹药在，这次我回宗打算突破皇者境再离开。嚯，这孽徒虽然混账，但还是挺大方的。不错，既然如此，那就可以准备突破了。很快，师徒3人聊了一会，就各自回了住处。夜晚降临，你到了顾熙冉的洞府。孽徒，你终于来了，为师等这一天可是等了很久。师尊大人说什么呢？徒儿听不懂。听不懂？既然这样，那为师就帮你回忆。就在你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下一刻，顾熙冉手中出现了一个藤条，啪！顾熙冉一藤条打在你身上。孽徒，让你当初那么混账，竟敢让我今天饶不了你。现在好了，我恢复修为了，终于翻身了。这狗东西必须要让他尝尝挨打的滋味，不然下次不长记性。顾熙冉在发泄自己内心的不爽，可听着你的惨叫声，顾熙冉忽然又开始心软了起来。D 检测到师尊大人心软，选择1，做个硬汉，继续挨打100下奖励，体魄强度提升1倍。选择2，你不愧疚吗？激起顾熙冉愧疚之心奖励，龙蛋1枚。我靠，童子的奖励，这他妈还用说？我选2。啪！一击之后，苏长青紧接着竟然直接倒过晕倒。怎么回事？孽徒，你没事吧？长青，身体不舒服吗？快告诉为师，你快说话呀！是师尊，我好疼。长青只是轮海境修为而已，我现在恢复至尊境修为，虽然没用力，但也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怪我，他还只是个孩子，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我怎么这么狠心？长青虽然混账了一些，但他有好东西毫不吝啬，破圣丹价值连城。长青就这么给了自己，我怎么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啊？对不起长青，我不该这样。师尊，那你答应不打我了，好不好？好，为师绝对不打你了。
师尊还是很疼，晚上我能跟你一起睡吗？徒儿想守在你身边，守着我。刹那间，顾熙然脸疼的一下就红了，似乎想起之前两人在这屋内的荒唐事。不行，师尊大人，我保证什么都不动，就想守着你。看着苏长青可怜兮兮的模样，似乎是真爱骨发生了作用，顾熙然瞬间心软。那好吧，不过你晚上老实点，不然的话，卫士就把你踹出去。好，太好了。夜晚，苏长青留在了顾熙然的屋内，不过情况却与以往不同。果然啊，师尊大人真香。弟，恭喜宿主获得龙蛋一枚，自动放入空间戒指中。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苏长青却没有搭理，而是就这样静静的躺着。翌日清晨，苏长青起床，神清气爽，整个人身上都香喷喷的。离开顾熙然的房间，苏长青碰到了楚玄。师姐早啊！咦，小师弟，你身上怎么有一股香气，而且和师尊身上的味道好像？想来是昨天晚上师尊教导我修行残存下来的。原来如此，外门大比就要开始了，师弟一起去吧。好啊。外门大比就要开始了，师弟一起去吧。好啊，两人一同前往大比场地。此刻的演武场内，无数外门弟子汇聚。安排的怎么样了？嘿嘿，师兄放心，全都安排好了。这一次苏长青那小子死定了。这次找了外门前10的弟子许下好处，只要干掉苏长青，就能获得大量奖励。小师弟，你需要注意，宗主亲传弟子名叫沈清源。放心吧，师姐。不多时，所有人已到场。场上传来一道声音：诸位，这一次的外门第一将会获得进入禁地的机会。第一轮乃是进入秘境进行积分争夺赛，斩杀里面妖兽，获取内丹。走出秘境之后，可以算成相应的积分，而积分前100名就是第一轮的通过者。闻言，你缓缓朝着秘境走去。台上顾熙冉坐在位置上，看着你进入秘境。孽徒要注意安全。秘境内，这就是秘境吗？你看着眼前的巨大森林，此时正身处一片巨大的森林中。第一轮考核时间是1天，斩杀妖兽获得内丹。低级妖兽积分太少，不如把法相近妖兽全部干掉。半个时辰后，你出现在赤焰狼王的领地，数十头3阶妖兽挡不下苏长青的一击，死伤惨重。那头赤焰狼王冲向了苏长青，大荒求天指，砰！那头赤焰狼王直接被斩成2半，死得透透的，真弱啊！而后你将狼群剿灭，收了所有的内丹，直奔下一个妖兽领地。2个时辰后，苏长青斩杀了一头4阶初期妖兽。靠，4阶妖兽好像全没了，4阶后期3颗，4阶中期69颗，4阶初期172颗。秘境开启仅2个半时辰，就斩杀了32个3阶后期妖兽。接下来该去深处找4阶妖兽了，希望能给我一点压力吧。沈清源可是圣级体质，宗主亲传。不过森林深处那3头4阶后期妖兽，沈清源并没有打算挑战，因为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沈清源稍作休息一番，而后朝着森林深处走去。怎么回事？4阶妖兽呢？怎么一头都没见到？难不成这些4阶妖兽嗅到了我的气息，不敢靠近？一定如此，看样子我要隐藏一下气息了。有时候天赋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沈清源又摸索了半天，妖兽呢？怎么一头都没了？不合理啊，不应该啊。而另一边，轰！你一击挥出，面前10几头3阶妖兽全部被击杀。苏长青，你是？嘿嘿，外门第10中期，有人花大价钱买你的命，这秘境之中是斩杀苏长青最好的机会。哦，有人花钱买我的命。李云飞，想来也只有李云飞这个亲传弟子才有这个实力和资源买通外门弟子卖命。看样子你很高兴。但是自然，杀了你，我的奖励可是不少，足够我修炼到法相境了。是吗？看样子你高兴的有点太早了。说吧，你一剑挥出，这怎么可能？轰隆隆，一击之下，终极瞬间身死，区一个轮海境后期武者。随后你看了一眼终极的尸体，用一火将其焚烧。杀人还要帮忙焚尸，我可真是个好人。你身上的妖兽内丹太多，高阶妖兽全被斩杀完了，其他所有人的积分加起来估计也比……沈清源几乎快要崩溃。妖兽呢？4阶妖兽呢？4阶妖兽没有了，3阶妖兽总不能没有了吧？可当他再度回到森林外围之处的时候，沈清源整个人再次傻眼了。卧槽，3阶妖兽呢？又没了，这他妈怎么回事？找了半天，毛都没找到。时间结束，所有弟子也被传送出了秘境。不知道第1名会是哪位封主的弟子？这一次外门大比，除了凌云峰，估计成绩都还不错。毕竟顾封主只有1个退凡境的弟子参加大比，对吧？长青自会替我出手。张凤阳积分6321。听到张凤阳的积分，在场的一众外门弟子脸上纷纷露出震惊之色。沈清源积分5903。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是清源的实力啊！苏长青，卧槽，哪来的这么多妖兽内丹？积分147234，14万积分，这他妈怎么可能？这不会是把秘境给除了吧？难怪我没找到4阶妖兽，原来全被他斩杀了。这个人到底什么来路啊？孽徒隐藏够深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作弊。顾熙冉，你竟然帮弟子作弊，该当何罪？作弊，证据呢？区一个轮海境中期武者，怎么可能斩杀3头4阶后期妖兽？还望宗主重罚。师尊大人，这件事确实疑点重重。若是苏长青没作弊，那也就意味着在秘境开启的2个半时辰内，他就斩杀了秘境内所有的4阶妖兽，这怎么可能？没错，就算是内门师兄，大部分也做不到这一切。严惩，必须要严惩不贷。莫名此刻也是头大，毕竟涉及到顾熙冉，他的亲师妹。熙冉，你解释一下吧。平静。长青，你证明一下吧。呵呵，这孽徒根本不需要作弊。经检测到宿主被诬陷，选择1不证明了，放弃外门大比奖励，旋即下平武学龟派气功。选择2强势证明，打脸所有人奖励天级下平武学血神斩。老子可不想做什么狗屁乌龟，我选2，敢嘲讽我最亲爱的师尊大人，脸给你扇肿。好的，师尊大人。宗主，麻烦继续清点积分，把大比前100名筛选出来。什么意思？他这是要干什么？不知道啊，筛选前100名跟他证明自己有什么关系吗？莫名也不明白这小子到底想搞什么鬼，但还是筛选出了实力最强的100名。苏长青，大比前100名已经筛选出来了，你要干什么？既然大家不相信我的实力，那很简单，就由我来证明一下，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可以一起出手，谁能击败我，
就是外门第一。这小子竟然要单挑外门前100，猖狂！就凭你一个小小的轮海境中期也敢大放厥词，今天我就教你怎么做人。说罢，只见一个轮海境后期武者身影急速飞出，可苏长青轻轻一掌挥出，就将此人摔死。你们就是一群土鸡瓦狗，一起上吧，省得浪费时间。既然如此，那我等就教你怎么做人，大家一起上，干掉他。只见苏长青一击大荒求天指，直接震飞了外门前100名无数弟子。沈清源的情况虽然好一点，但此刻也身受重伤。这是什么招式？为何如此恐怖？这怎么可能？区区一个轮海境中期，怎么会有这样的实力？不可能啊！好啊，太好了，我太玄宗未来有望啊！太好了，我太玄宗未来有望啊！小师妹，你收了一个好弟子啊！师兄过誉了。慢着，顾封主，苏长青藐视宗规，杀我碧波峰弟子4人，同门相残，这样的人怎配做我太玄宗弟子？没错，启禀宗主，诸位峰主，苏长青杀了我弟弟李云生以及其他3名外门弟子，行为恶劣，还请宗主严惩。苏长青，他们说的可是真的？王青云，你还真是找死！顾熙然，你想干什么？难不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庇自己的弟子吗？长青当日去任务殿领取任务，没想到被李云生诓骗，想要让他作为诱饵。这件事我还没找你碧波峰算账呢。啊，这件事李云飞没跟自己说过啊。我靠，原来是这样的，早就该死了。顾熙然闪现到了王青云面前，一剑突出，便将王青云轰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吐出。你想干什么吗？替我徒儿出气！整个太玄宗爆发恐怖的地震。苏长青抬头看着自家师尊大人恐怖的战斗场面，也不由得下意识咽了咽口水。王青云被顾熙然一剑重伤，气息虚弱至极。小师妹，平手吧，给师兄面子。从今往后，你峰内弟子再敢对长青玩阴的，我必取你性命。自家小师妹好像对苏长青有点过于上心。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宣布本次外门大比第一，凌云峰苏长青。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天阶下品武学血神斩。走吧，随我去大殿。好嘞，亲爱的师尊大人，大殿内。长青啊，你这次表现很不错，真没想到我太玄宗又出了一个顶尖天骄啊！宗主过奖了，你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次的宗门大比，第1名奖励便是进入禁地，这禁地乃是我太玄宗的根基所在，你进入里面后不得外传，知道吗？宗主放心，长青绝不外传。好，既然如此，随我来，我带你去宗门禁地。一个石门前，这石门背后就是我太玄宗禁地所在。长青，你自己进去吧，3日之后禁地会自动将你传送出来，我们会在此处等你。好，那我进去了。苏长青走了进去，一处寒潭出现在苏长青身前，寒潭深不可测，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灵气，好恐怖的气息，精纯而又霸道的能量。这是天地玉髓液，这一寒潭全是天地玉髓液。这玉髓液不仅可以提升修为，而且能够冲刷肉身，提高资质。苏长青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跳进了寒潭之中，好恐怖的力量。而此刻，空间戒指内那枚龙蛋发生了异动。苏长青将那枚龙蛋从空间戒指中取了出来，而后放在天地玉髓液中。这小家伙吸收的速度很快，就这样一元一弹在秘境中疯狂的吸收天地玉髓液。2个半时辰后，寒潭被消耗一空，原本的轮海境中期修为竟然提升到了法相境中期。若是在面对李云飞，手段全出，不一定能够稳赢，但至少不会输。就在这时，龙蛋上方破了一个洞，紧接着一个绿油油的脑袋钻了出来。这他妈是龙，这不是蛇吗？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晚上上面有一对小脚，应当是龙角。公的，妈的！靠，怎么这么倒霉，摊上这个主人？依我看，不如你就叫旺财吧。妈的，一条龙给人起名旺财，你丫的是人吗？放心吧，旺财，你跟了我，从今往后你的大名一定会威震整个天武大陆。小龙的身躯因为吸收了大量的玉髓液，变成了1米长，修为也进阶到了4阶后期，相当于法相境后期的实力。我靠，你一出生就比我修炼了这么多天还强，血脉强就是牛逼呗，太不公平了。我靠，你一出生就比我修炼了这么多天还强，血脉强就是牛逼呗，太不公平了。而后你带着旺财朝着西北方向走去，不多时进入了一处竹林，一块石碑有一道深深的剑痕。你目光紧紧地盯着石碑，下一刻仿佛置身于一道神秘的空间，你仿佛着了魔一般。1个时辰，2个时辰，逐渐的2天半的时间过去，你一直沉浸在那道剑意之中。忽然间，你睁开双眸，成了顶尖剑意，寂灭剑意。我悟了，没错，这石碑上的剑意乃是传说中的寂灭剑意。虽然不知道是何人所留，但恐怖的剑意传承无数年，最终被苏长青所领悟。探测到宿主自行领悟顶尖剑意，寂灭剑意，获得奖励周天星辰12剑阵地级。童子哥的奖励不错啊。下一刻，你感觉身体之中传来一阵排斥感，他明白3天的时间结束，要离开此处了。长青啊，你终于出来了，收获如何？还不错，就是天地玉髓液少了点。什么鬼？天地玉髓液少了点？你丫的在开玩笑吗？长青，那么多的天地玉髓液，你不会都吸收完了吧？没有，我就吸收了9成，剩下的1成被这狗东西吸收了。吸收了9成，那可是天的玉髓液霸道无比，寻常武者别说9成，就连半成都无法吸收完。长青，这是你的受宠。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条龙，而且血脉不低。不错，它叫旺财，青龙一族。这他妈是一条龙，你给人起名旺财，靠！长青啊，想必竹林深处的那块石碑你也见识过了，我只悟到了一种高阶剑意，要越剑意，你回去之后再好好参悟参悟。那块石碑上的剑意叫寂灭剑意，现在估计已经消散了。长青，你难不成领悟了那石碑上的剑意？寂灭剑意就是这个吧？对，是这个，就是这个。好，太好了，真没想到长青竟有如此天赋。
就是，如此天赋放眼整个天武大陆都属顶尖一流。没错，长青未来突破圣境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小师妹，以长青的天赋，不如将他立为我太玄宗圣子，据全宗之力培养，你看如何？太玄宗圣子之位，这可太珍贵了。我觉得宗主所言甚是，长青师之如此天赋，放眼太玄宗历代都找不出第二个。师兄所言甚是，我也赞同。不过长青如今修为比那些个真传弟子要弱，他们怕是不会服气。长青是我太玄宗的未来，立为圣子已是我的命令，谁若是不同意，他可来找我当面理论。莫名打算立苏长青为圣子，也是动了想和他打好关系的念头。说不定未来苏长青还能帮他一把。关于册封苏长青为太玄宗圣子这件事，明日召开全宗大会，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这件事。凌云峰，苏长青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灵气漩涡，这股灵气漩涡，难不成是师姐要突破了？不错，玄儿原本距离皇者境就不远，有了你给的9转皇者丹，应当不会出什么差错。这么说来，我马上就要多一尊皇者境的师姐了，仅次于至尊境的存在。紧接着，一股皇者境的威压扑面而来，师姐突破了。师尊，小师弟，我突破了。小师弟，太感谢你那枚9转皇者丹了，我刚刚都感觉自己要失败了，以后我保护你。太好了，师姐。以后我保护你。太好了，师姐。翌日清晨，无数道流光直奔主峰，你也跟随过去。就在这时，莫名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次召集大家来，实际上是为了一件事，圣子之位。圣子之位会是谁呢？这还用问？肯定是李非凡师兄了。李师兄作为宗主亲传，天罡境巅峰武者，可是顶尖的存在。我太玄宗凌云峰弟子苏长青，天纵之资，超越历代先祖，故本宗与诸位峰主商议，今日立苏长青为太玄宗圣子。寂静，死一般的寂静。苏长青太玄宗圣子，这怎么可能呢？宗主，苏长青师弟虽然天赋过人，但他加入太玄宗仅几个月的时间，修为也才轮海境而已。若是就这么成侮辱我太玄宗圣子，恐怕会让天下耻笑。就是宗主，这不公平，圣子之位尤为重要，他苏长青的实力还配不上。师尊，圣子之位还请三思，弟子也不服。不服？你们呢？鼠目寸光，根本不懂何为最强天骄。长青的天赋，哪怕是本宗也要逊色3分，整个天武大陆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什么鬼？天赋比宗主还强？这一刻，所有人看向苏长青的眼神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师尊，我不甘心。因探测到有人对宿主的圣子之位不服气，选择1保存实力，日后一鸣惊人，奖励随机击中高级剑意；选择2一鸣惊人，打破质疑，奖励凝练丹田之法，仙级随机地级功法1部，随机特殊体质1句，可灌输他人。我靠，打破质疑，这他妈奖励也太丰富了！我选2。李师兄可是觉得宗主言过其实，我看李师兄也是剑修，不如这样，你我今日当着全宗弟子的面打一场，如何？长青，你这是做什么？长青，休要胡闹！这孽徒又在搞什么幺蛾子？宗主，师尊，我并非胡闹，而是认真的。李师兄，不知可否赐教？这样吧，10招之内，只要你还能站稳，就算我输。10招太少了，不如这样吧，100招如何？卧槽，疯了吧！100招，区一个轮海境中期武者，硬抗天罡境巅峰100招。你确定100招？哦，对了，要提醒李师兄一句，师弟我现在已经突破法相境中期，师兄大可不必留手。妈呀，这怎么可能？3天前苏长青还仅是轮海境中期武者。好，既然如此，那我也不留手了。长青师弟，我要出招了。说罢，李非凡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了第一回合下来。长青师弟，我承认低估你了，你的天赋很强。是吗？那就请师兄赐教。苏长青使出寂灭剑意，李非凡陡然间瞪大了双眼。这怎么可能啊！我可是堂堂的地煞境巅峰武者，竟然打不过一个法相境中期的武者。长青师弟，你的天赋很恐怖，凭借这2大剑意能挡住我数10招，但100招之内你必败。李师兄，我若是就这点手段，师弟怎么敢口出狂言？连2大顶尖剑意都使出来了，还有什么手段？只见你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12柄长剑，每一柄剑散发着极为浓郁的灵气，这就是最大的杀招——周天12剑阵。李师兄，我这一套剑阵名曰周天12剑阵，还请师兄赐教。剑阵，苏师侄竟然使出剑阵！我的天，剑阵不是早就失传了吗？我的天，剑阵不是早就失传了吗？我的天，剑阵不是早就失传了吗？此刻，李非凡面色也凝重了起来，但却没有丝毫的闪躲。长青师弟果真好手段，既然如此，师兄也就讨教一番。可再怎么尝试，对你都没有丝毫伤害。没想到苏长青的剑阵防御力竟然如此惊人。苏师兄和李师兄的交手已经过100招了，我靠，长青师兄竟然真的撑了100招，而且看这架势还能继续打。李师兄，100招已过，我还有最后一招，请赐教。既然如此，请出手吧，长青师弟。我这一招名曰血神斩，瞬间浓郁的杀气席卷了全宗，2人的剑气碰撞，等到一切结束，没有一个人说话。长青师弟，我输了。李师兄言重了，你的实力着实不凡，再打下去，师弟必败无疑。在下眼拙，方才竟然质疑苏师弟，师弟的天资无敌，未来必然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圣子之位非师弟不可。不错不错，终于开窍了，尔等可还有不服？我等参见圣子。我苏长青从今往后为太玄宗圣，我若在，太玄宗大兴，万古不灭；我若存，太玄宗无敌，万界为尊。我等愿追随圣子。苏长青仅用了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就让太玄宗上下归心。这孽徒竟有如此本事，不愧是我楚玄的小师弟，就是与众不同。本宗宣布，从今往后，苏长青是我太玄宗圣子。下月初8，圣子册封大典，本宗将召集天武大陆大小势力前来观礼。恭喜宿主完成一鸣惊人，打破质疑，获得奖励凝丹诀、仙级、玲珑地经、地级、妙音圣体，可灌注他人。嚯，这次的奖励确实够丰盛。长青啊，干得不错！从今往后，太玄宗的重担就要落在你身上了。好，苏长青跟着顾熙冉和楚玄回到凌云峰。这段时间为师要闭关准备突破，玄儿多照看你师弟，不要出什么问题。师尊，您莫非要突破圣境？是呀，我先去准备了，你们回去休息吧。
童子哥，查看奖励。凝丹诀先级，凝练丹田，最多凝练8处丹田，可提供源源不断的真气。玲珑地经，地级功法，适合女修。妙音圣体，魅惑类圣体，可提升乐器类魅惑武学的亲和度，可灌注他人。看着眼前系统的奖励，你脸上顿时有些激动，随后便开始修炼凝丹诀，一连3天都沉浸在丹田的开辟之中。半刻钟后，一股磅礴的真气从身上传出，成了，不愧是仙级功法，果真恐怖。就在这时，身上的传讯符忽然有了动静。林木熙的消息。主人，近日我于玄月城外设下一处假秘境诱饵，勾引我的仇敌经过，但我实力薄弱，恳请主人出手。正好实力有所提升，出去活动活动。当然了，这种事情自然要叫上亲爱的师姐了。小师弟，咱们这是去干什么？有几个人需要师姐帮忙干掉。杀人？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杀人啊！师姐在行。傍晚，2人抵达玄月城，一个少女到达你的面前，眼前之人正是林木熙。参见主人。起来吧，不必多礼。小师弟，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他对你入戏恭敬？木熙已经追随我，魅魔门3位候选圣女。木熙既然已经追随我，那么其他2个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师姐，杀几个人没问题吧？没问题，自家小师弟都开口了，我怎能拒绝？入夜，苏长青的房间内，林木熙笑嘻嘻的走到苏长青面前。主人，妾身来了。主人找妾身有什么事吗？过来，躺下。主人，妾身来了。主人找妾身有什么事吗？过来，躺下。还请主人怜惜。怜惜个屁！你在想屁吃？凝神静气，收敛心神。童子，妙音圣体灌注。没错，你将妙音圣体灌注到了林木熙身上。紧接着，林木熙感受到了身上传来一股暖。这是什么？刚刚给你灌注一道圣级体质，名叫妙音圣体，对于修炼魅功琴音有着天然的优势加成。主人，这真的是圣级体质？不错，日后你的修行速度也会大大提升，妙用无穷。多谢主人奖励，妾身誓死效忠主人，万死不辞。行了，回去巩固一番吧。主人大恩，妾身无以为报，不如等你回宗当上圣女再说。魅魔门有宗规，候选圣女必须守身如玉，一旦违背，必须要取消候选圣女的资格。主人，妾身。这妖精真是不省心。翌日，你便朝着城外走去，密林深处就是所谓重宝现世的地方。怎么回事？在此蹲守了1天时间，竟然都没有任何动静。素梅眉头微皱，身后的王姨也不明所以。怪事，难不成这秘宝的消息是假的？哟，素师姐，真巧啊！李一莲，魅魔门另一位候选圣女。素梅和李一莲2人都是地煞境中期武者，实力强横，在魅魔门深耕多年，不是林木熙能够比拟。李一莲，你怎么会在这里？当然是和师姐一样的目的了。该死的，他怎么来了？一直以来，素梅都将李一莲视为最大的对手。这一次，玄月城外据说有一道重宝，乃是上古魔门的重宝，若是能够得到，献给宗门，圣女之位绝对稳了。素梅没想到李一莲竟然也来了。该死的，当真是阴魂不散。素师姐，看样子你还没找到秘宝啊！既然这样，师妹就帮帮你一起找。哟，2位师姐都来了，人到得很齐嘛。黎师妹，你也是来找秘宝的吧？不过你的实力怕是没那个资格。就是，就算找到了秘宝，也与你无关。师姐劝你不如早些回去。 2位师姐啊，你们是真的蠢啊！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有什么秘宝吧？2个蠢货，什么意思？没有秘宝。所谓秘宝就是个诱饵罢了，掉的就是你们2个蠢货。只要干掉你们2个，圣女之位就是我的。原来如此，黎师妹的计谋是好，不过很可惜，你不仅没有机会留下我们2个，甚至会被我们2个干掉。不错，很可惜你没那个实力。他们2个本就是地煞境中期武者，并且身旁都有一尊王者境强者手。林木熙和他们2个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是吗？2位师姐貌似高兴的太早了。若是没有留下2位师姐的手段，师妹我怎敢不知这出戏？ 对啊，林木熙不是傻子，若是没有绝对的实力，他怎么敢布下陷阱？就在这时，一男一女2道身影从灌木丛中缓缓走出。有我主人在，你们2个蠢货没机会的。说吧，想怎么死？林木熙，你竟然敢勾结外人，杀害同门弟子，这是死罪。就是我一定要禀告宗主，你死定了。放心吧，你们没有机会活着回去。师姐，动手吧！楚玄一拳轰出，素梅身后的老妪直接气息愤溧，死的不能再死了。接下来该你了。大人，我们错了。对，林木熙能做的我们能做，他做不了的我们也能做，饶我们一命吧。 你们2个长得差点意思，没什么兴趣。师姐，都杀了吧！楚玄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出手。紧接着2人被一掌毙。大人，我们错了。对，林木熙能做的我们能做，他做不了的我们也能做，饶我们一命吧。你们2个长得差点意思，没什么兴趣。师姐，都杀了吧！楚玄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飞。紧接着2人被一掌毙命。你的2个竞争对手死了，圣女之位已经没有什么阻碍，剩下的看你自己的手段了。别让我失望。妾身必定不会让主人失望。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师尊大人马上就要突破圣境了。 专场凌云峰，师尊大人突破了，还没有突破圣境，除了雷劫之外，更重要的是心魔劫。你猜测师尊如果突破成功，一定是因为那没破圣门。若非如此，他怕是要深陷心魔劫。此时只见顾熙然走出洞府，苏长青刚想跪倒在地拜见师尊大人，却正好看见了师尊那双深情的眼睛。我靠，怎么感觉师尊大人有点不对劲？这个心魔劫貌似是没度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爱蛊的作用。恭喜师尊突破圣境。顾熙然平静的点点头，而后将目光放在苏长青身上。玄儿，你先回去吧，为师有些话要跟长青说。是。 师尊，你怎么了？孽徒，还不都怪你！刚才的心魔劫我没有度过，只是依靠破圣丹暂时压制，现在好像快要扛不住了。原来如此，难怪师尊大人有点不对劲。师尊，弟子该怎么做？你过来。然而顾熙然直接把你搂住了。什么鬼？我被师尊大人强搂了。丁探测到师尊大人情况不对，选择1，你是正人君子，拒绝师尊的强迫奖励。 正道的光，正派人士亲近度加100。选择2，沧海横流，方显男儿本色，一言不合就是干。奖励傀儡术传承。苏长青陡然间瞪大了双眼。师尊卧室1天后，顾熙然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尊严彻底没了，日后还怎么在这孽徒面前保持威严？当然了，
对顾熙冉来说，唯一的一件好处就是星魔节结束了。师尊大人，你可要对弟子负责啊！赶紧滚回去！师尊大人，弟子还有个好东西要给你，不知道师尊大人是要呢，还是要呢？什么玩意？神神秘秘的，说吧，什么东西？有门功法，我觉得会适合师尊大人。功法？紧接着你口述玲珑地经。这怎么可能？如此精妙绝伦的功法！顾熙然感觉自己修炼多年的功法就像是一坨屎，垃圾，实在是太垃圾了。师尊大人，这门功法如何？孽徒，这功法叫什么？是何等级？这个名叫玲珑地经，乃是地级功法。地级功法，这竟然是地级！师尊大人，好好修炼哦，你的乖徒儿先回去了。孽徒，你到底是什么来历？一出手竟是一门地级功法？你太神秘了，神秘到连他这个圣境的师尊都看不透。离开顾熙冉的洞府，回了住处，你打开系统给的奖励，有点意思。可是炼制傀儡需要大量的材料，师尊对这些不感兴趣。想来王青云王峰主应该会很乐意帮我这个忙。随后你在屋子里修炼九幽神魔诀，半个时辰后把将进后7成了。接下来去碧波峰找着我的工具人，带上旺财。旺财吸收了不少天地玉子液，积攒了不少能量，因此溢出来就直接沉睡。不过一睡醒就直接突破到了法相境巅峰。接下来去碧波峰找着我的工具人，带上旺财。旺财吸收了不少天地玉髓液，积攒了不少能量，因此溢出来就直接沉睡了。不过一睡醒就直接突破到了法相境巅峰。妈的，自己开挂还双修，修炼速度竟然比不上一条龙。碧波峰，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不同于凌云峰的冷清，碧波峰热闹得很。圣子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我碧波峰真是蓬荜生辉啊！您来我碧波峰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愿为圣子大人效劳。我来找王峰主，找师尊啊！原来是这样，圣子大人请，我亲自带您去。你怎么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还是有些怀念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圣子，我李云飞绝对不是拍马屁之人，是您的实力征服了我，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指路明灯。云飞愿为圣子马首是瞻。碧波峰室内，师尊，圣子大人来了。圣子大人大驾光临，我碧波峰当真是蓬荜生辉。这话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妈的，不愧是一脉师承，今日来碧波峰叨扰，王峰主不会怪罪吧？怎么可能怪罪？我欢迎还来不及呢。下次圣子派人通传一声，我去山脚宫后，圣子来我碧波峰不知有何要事。确实是有件事，想请王峰主帮我弄点炼制傀儡的材料。炼制傀儡的材料，王青云一听，顿时有些懵逼，但却没有胆量询问你要做什么。圣子放心，我碧波峰上下一定竭尽全力搜寻。既然这样，那就麻烦王峰主了。圣子说的哪里话？些许小事算什么麻烦？别说是寻找炼制傀儡的材料，就算让我碧波峰上下为圣子拼命，也是在所不辞。和王青云聊了几句，你就离开了。师尊，您说圣子大人要炼制傀儡的材料干什么？难不成他还会炼制傀儡？圣子的事不可背后议论，用心去做即可。是，弟子遵命，从今往后为圣子大人马首是瞻。不错，这才对，你去办吧。发动碧波峰弟子搜寻炼制傀儡的材料，而后送去凌云峰。记住了，你亲自去送。是，多谢师尊，弟子一定不负重托。离开碧波峰，你回了住处。碧波峰的动作很快，仅仅2日的时间，就有源源不断的炼制傀儡的材料送了过来。你凝神静气，开始炼制傀儡。1刻钟后，傀儡成型。不错，凝炼成型。再过20日就是圣子册封大典，想来我的傀儡术会有十足的把握。届时天武大陆各大势力观里，倒是可以露一手。时间一晃而逝，10日的时间很快过去，你炼制出了一个傀儡，6品傀儡。没错，短短10天的时间，你已经成为6品傀儡师。不仅如此，你的炼丹术也顺利提升到了6品的层次。最重要的是，你的修为突破到了地煞境。就在你准备继续修炼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钟声响起，一连6声，莫非是出现了什么大事？没有丝毫犹豫，你直奔太玄宗大殿。大殿内，莫名和一众峰主位列其中，师尊大人也早早的赶到。长青来了。昨日我太玄域西南处边界发现一处巨大的灵石矿脉，但被紫霄神朝偷袭，矿脉损失惨重。紫霄神朝乃是太玄宗接壤的一个一流势力，掌控一座中域。一处巨大的灵石矿脉，价值连城，对于太玄宗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方竟然不知死活偷袭，简直是奇耻大辱。一处巨大的灵石矿脉，价值连城，对于太玄宗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方竟然不知死活偷袭，简直是奇耻大辱。岂有此理！紫霄神朝竟敢偷袭我太玄宗，该死！紫霄神朝被我太玄宗打残，从5大上域势力跌落，没想到如今又不知死活。宗主，依我看，此事绝不能就此作罢。可是10天之后的圣子册封大典，对于太玄宗来说才是更重要的大事。长青，你觉得这件事该怎么办？宗主，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开战。紫霄神朝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动手，就是笃定了我太玄宗不敢动手。若是我们不动手，我太玄宗的声望便会一落千丈。所以这一战不仅要打，而且要集合全宗所有能量，把紫霄神朝彻底覆灭。好，圣子说得好，我双手双脚赞成。我王青云愿为圣子先锋。不错，我也觉得圣子言之有理。就是，没毛病。小师妹，你觉得呢？听长青的。简简单单的4个字，代表了师尊大人的态度。长青的意思就是师尊大人的意思。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自然也不会反对。既然如此，那就开战。传我命令，集结太玄域内所有弟子，覆灭紫霄神朝。是。长青啊，这次战斗你就不用参加了，在宗内安心等着册封大典吧。宗主放心，我已经突破到了地煞境，这场战争我要参加。前些日子我让王峰主帮我收集炼制傀儡的材料，这次正好能派上用场。说罢，只见苏长青大手一挥，一个武士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是傀儡，这是6品傀儡，实力大概能媲美天罡境武者。长青，莫非你还认识傀儡师？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那个傀儡师？长青，你没开玩笑吧？他的语气有些发颤。你只是大手一挥，上百尊傀儡摆放在众人面前，这些都是我这几天炼制的5品傀儡。我靠，这竟然是真的！ 5品傀儡，
我一天能炼制上千个6品傀儡，一天炼制200个，备战几日，再加上之前的库存，3日后开战之时，我大概能拿出4000个5品傀儡以及200个6品傀儡。好，太好了，长听啊，有你当真是东门的幸事。既然如此，那这场战斗就由你来主导，太玄宗上下听你的指挥。好，请宗主放心，10日内一定拿下紫霄神朝。太好了，终于要开战了，老子早就看紫霄神朝不顺眼了。太玄宗上下一片轰动，无数弟子疯狂备战。主角室内，而此刻的太玄宗内，苏长青却稳坐钓鱼台，他凝神静气，3天的时间，终于练成了几千傀儡大军。紧接着便出了门，前往大殿。此刻，宗主莫名和一众宗主都在大厅内。长青炼制的如何了？信不如命，一共4200个5品傀儡，213个6品傀儡，全部炼制完毕。太好了，不愧是圣子大人。太好了，我太玄宗大军已经进驻灵石矿脉附近，有8位至尊境长老已经抵达，我打算再派1位宗主前往。宗主，我愿陪圣子一同前往。我也去。小师妹莫慌，我是你担心长青的安危。不过你刚突破圣界没多久，还需要一段时间巩固方可，因此我特意请了1位老祖出关。出现1位老者，玄祖，你还没死啊？玄祖乃是2000年前的人物，一身修为通天，镇压一个时代的人物，实力极强。玄祖闻言瞪了他一眼：“你还没死，老夫死什么？既然丫头有本座在，你可放心。放心，哈哈，有老夫在，定护这小子安全。紫霄神朝那些家伙竟敢挑衅我太玄宗，当真是找死！当初没灭掉他，当真是个错误的决定。正好这一次直接覆灭紫霄神朝。”苏长青听莫名说过很多回，法相境能匹敌天罡境巅峰，我太玄宗古往今来第一天骄，不错，很不错。玄祖过奖了。本座很少夸人，你确实不错，有本座护持你，天下之大，无人能伤得了你。听着玄祖霸气的话，苏长青并未怀疑，因为眼前的老虽然看似凶，但他能感觉到对方绝对。行了，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是。顾熙然心中还是有些放不下，毕竟战场凶险，除了他，没人可以贴身守护苏长青。玄祖，这场战争您还是作为压轴为好。我打算以摧枯拉朽的优势，让整个天武大陆看看我太玄宗的实力。您若是一人出手，彰显不出我太玄宗的底实。不错，你小子说的有道理，反正你是总指挥，就按你说的办。4个时辰后抵达灵石矿脉。圣子，玄祖，咱们到了。圣子，如今的紫霄神朝也已经陈兵100万，全域上下调兵遣将，不过对方的实力远远不如我太玄宗。如今的紫霄神朝守将名叫张柏，至尊境中期实力，还有8名至尊境初期的武者。王长老，这100万大军应当是紫霄神朝的绝大多数。对，为了抵挡我太玄宗进攻的步伐，紫霄神朝集结紫霄神域无数武者，才凑齐这100万大军。据说明日紫霄神朝的大元帅就要抵达此处。明天到，那正好，请这位紫霄神朝元帅看一场好戏。圣子何意？如今天色已黑，趁着夜色闪击紫霄神，打他们一个措手，争取一个晚上覆灭紫霄神朝100万大军。好家伙，今天晚上太快了吧！圣子，您今日傍晚刚抵达，是不是应当休息一晚，明日再从长计议？连你都认为我该从长计，对方肯定也这么认为。再加上明日对方大元帅，因此今天晚上是紫霄神朝防守最松懈的。不错，今天晚上对方的防守必然懈怠。行了，通知所有，半个时辰后全力进攻紫霄神朝驻。此刻，紫霄神朝大营。大将军，我听说太玄宗圣子到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区区一个法相境的小子罢了，能有什么问题？明日元帅就会抵达于此，只要再撑过7日的时间，太玄宗圣子册封大典开始，对方必然退兵，等把太玄宗逼走，那灵石矿脉内的天津原石就是我紫霄神朝的了。然而，就在众人说话之际，忽然一道恐怖的爆炸声响起。我靠，发生什么事？报告大将军，不好了，太玄宗进攻了，而且是大举进攻，无数武者从天而降。什么？太玄宗动手了？趁着夜色竟然发动攻击，这怎么可能？快去应战！此时，已将数千具傀儡被他投入战场，个个都是天罡境的存在，而且无惧死亡。长青小子，你这些傀儡的威力还真是不俗，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段。看这情况，估计再过几个时辰就可以彻底解决战斗。不错，确实如此。正好，我也准备活动金，就当检验一下自己如今的战力。你一剑挥出，上百人直接被干。就在这时，一个雄壮的身体出现在你面前。小子，杀我紫霄神朝这么多人，今天老子要你的命！周天12剑阵起，周天12剑阵出现的瞬间，直奔眼前的壮汉。砰！一道恐怖的爆炸声响起，那壮汉直接被震飞出去7、8米远。这竟是剑阵，好恐怖的威力，想来品级不低。这小子太不简单了。很快，紫霄神朝那边几乎是一边倒溃败，仅2刻钟的时间，几乎就折损了一大半的武者。此刻的张北面如死灰，心中更是有种无尽的悔恨。那小子地煞境的实力，竟然斩杀了10几个天罡境武者，难不成是太玄宗圣子？若是那小子真是太玄宗圣子，只要擒拿了他，届时太玄宗必然会退兵，也就是说，这场战斗还能绝地翻盘。闪身到苏长青面前，小子，你就是太玄宗圣子吧？天赋当真不错，不过只要擒了你，这场战斗我紫霄神朝就赢了。是吗？你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区区的煞境而已。说罢，他一个闪身便朝着苏长青袭来。下一刻，玄祖出现在了苏长青的身旁。敢在老夫的眼皮底下对我太玄宗圣子动手，还真是不知死活。看着眼前的玄祖，张北瞬间慌了。他虽然不知道眼前的老者是何来历，但是绝对不同寻常。前辈何人？老夫的名号你还不配知道。说罢，玄祖就准备动手。然而就在这时，王青云出现在了苏长青和玄祖身前。玄祖，这种级别的家伙还用不着你老人家动手，我来吧。好，你去吧。好嘞。
王青云笑嘻嘻的点头，二话不说朝着张北的方向袭去。哼，一柄青云剑从天而降，直接将张北打成重伤。张北还未反应过来，就直接被这一剑击杀。要知道，王青云虽然不是顾熙冉的对手，但作为太玄宗几大宗主之一，至尊境后期修为，他的实力可不是盖。圣子大人，幸不辱命。王峰主做的不错，行了，继续战斗。紫霄神朝所有武者一个不留，上百万的武者，他压根没打算留什么活口。既然选择了和太玄宗作对，就要做好死的打算。很快，战斗继续，张北死了，连带着紫霄神朝的8尊至尊境武者也全都一一战死，战斗彻底结束。启禀圣子，紫霄神朝100万大军全都屠戮一空，没有任何活口。我太玄宗武者阵亡1万，受伤6万，您的傀儡损坏了100。听着王建松的汇报，苏长青淡淡点头，这个伤亡数字还算不错。虽然傀儡损失大半，但那些东西只是花费他几天时间炼制而成，根本算不得什么。不错，战斗了一整晚，大家消耗不小，休息1天再出发，明天一鼓作气打下紫霄神朝帝都。我要让紫霄神域纳入我太玄域的版图。这一战斩杀了紫霄神朝70%以上的武者，几乎可以说是毕其功于一役，剩下的那些武者根本不足为惧。不错，长青小子做事足够狠了，对老夫的胃口不像莫名那小子，总是瞻前顾后。苏长青微微一笑。就在这时，王青云满脸激动的来到面前。圣子，玄祖，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得到情报，紫霄神朝之所以会对这处灵石矿脉动手，那是因为矿脉深处有一块天晶原石。天晶原石，原来如此。我说紫霄神朝怎么会有胆子对我太玄宗出手？原来是因为这块天晶原石。天晶原石极为稀有，一些大型灵石矿脉之中也只有1/1000的概率可能蕴有，其中蕴含的能量能帮助至尊境武者突破圣境。原来如此，怪不得紫霄神朝要动手，原来是为了天晶原石，一个突破圣境的机会。为了一块天晶原石而要被灭国，还真是蠢得可爱。为了一块天晶原石而要被灭国，还真是蠢得可爱。这样的买卖太不划算了。紫霄神朝都是一群蠢货罢了，正好这几日将其剿灭。不过这天晶原石倒也是件宝贝，先通知宗们这几日抓紧时间开采，而后送回去。是。很快，众人离去。今天这一战必然会传遍整个天武大陆，怕是会让无数武者胆寒。怎么回事？我紫霄神朝100万大军呢？马威看着下方灵石矿脉一片尸山血海的场景，不由得觉得一阵头皮发麻。没了，全没了！这可是紫霄神朝近乎70%的战力，100万武者大军就这么没了！天哪，该死，该死了！我紫霄神朝要完了！元帅，咱们怎么办？走吧，回帝都。为今之计，只能依靠帝都的阵法，守住我紫霄神朝最后的希望了。事已至此，马威也无济于事，只能寄希望于紫霄神朝的阵法能够挡住太玄宗的进攻。这一刻，他是真的后悔了，后悔为何要同意进攻灵石矿脉。若是不和太玄宗撕破脸，也不会有今日之祸。翌日清晨，太玄宗100万武者大军已经休整完毕，一个个脸上闪烁着激动光芒。这一战太爽了，歼敌100万，如此壮举，每个人的收获自然是不少。如今更是要跟随圣子攻占整个紫霄神域，一旦成功，他们每个人都将获得无数宝物。紫霄神朝找死，胆敢挑衅我太玄宗！今日诸位可愿随我攻占整个紫霄神朝？我等愿誓死追随圣子。听我命令，出发，踏平紫霄神朝！下一刻，100万武者大军出发。如今的紫霄神朝各大城池之中，武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实力孱弱，面对太玄宗的100万大军，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短短1天半的时间，苏长青带着太玄宗大军就打到了紫霄神朝帝都。此刻的帝都人心惶惶，无数武者胆寒，紫霄神朝皇室更是一个个惊恐不已。圣子，这就是紫霄神朝的帝都了。告诉他们，给他们1刻钟时间，若是不投降，城破之日，鸡犬不留。好嘞。紫霄神朝所有人听着，我家圣子给你们1刻钟时间，若是不投降，城破之日，鸡犬不留。王青云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帝都。说是之前，他们倒也没有投降的打算，可眼下紫霄神朝100万大军被灭，太玄宗大军压境，怕是很难撑得下去。诸位不必惊慌，我紫霄神朝地都有顶尖防御大阵，哪怕是圣境强者也无法攻破，这100万大军也绝技攻不进来。听到马威的话，众人的情绪平复了一些。这大阵貌似让人有点安全感。不错，朕有大元帅和先祖留下来的阵法，太玄宗100万大军而已，根本不足畏惧。夏云天肯定的话说出，在场众人的心瞬间安稳了许多。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此刻自信满满的夏云天心里实际上慌的一批。他走到马威身前，元帅，这阵法能否挡住太玄宗的大军？不好说。听到这3个字，夏云天脸色被吓得有些惨白。好，朕不想听这个答案。可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太玄宗攻不破大阵。1刻钟的时间过去，所有人听令攻城。城墙上，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苏长青，包括夏云天和马威在内。这就是太玄宗圣子吗？好年轻。是啊，能让100万大军如此幸福狂热，足以证明此人不简单。太玄宗有这样的圣子，当真是好运。无论太玄宗100万武者大军怎样攻击法阵，却仅仅是晃动些许，并未造成任何伤害。我就说嘛，有大阵在，太玄宗也攻不破。我就说嘛，有大阵在，太玄宗也攻不破。没想到紫霄神朝还有一处大阵，这破东西万年前被我太玄宗先祖一招击碎，如今还敢拿出来吓唬人，真是可笑。难道玄祖有把握将其击碎？当然，老夫的力量岂是区区一个破阵法能够抵挡得了的？长青小子，你还未见过老夫的战力，正好这次让你长长见识，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圣境强者。说罢，玄祖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他伸出了一只巨大的手掌，轰！护罩瞬间裂开。元帅，现在怎么办？完了，一切都完了，不好！太玄宗要进攻了，当真是田要亡我紫霄神朝。
救命啊！我还不想死。最后的屏障都碎了，陛下别无他法，只能一战了。马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几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没有办法，只能一战，也是生死存亡之战，剿灭紫霄神朝余孽，一个不留。恐怖的声音携带着无尽的杀气，穿透整个苍穹，清晰地落入每一个人的耳中。我等谨遵圣子令。陛下，臣听说皇室内有一老祖共参造化，不知是不是真的？对啊，他紫霄神朝还没亡，还有机会，只要请老祖出山，必能将太玄宗打退。没错，没错，皇室禁地之中确实有一位老祖，朕这就请老祖出关。说罢，夏云天催动真气，紫霄神朝第213人国君夏云天恭请老祖出山。这是夏云天最后的机会，他内心惴惴不安，眼神中满是期盼。下一刻，一道声音从皇宫禁地之中传来：该死，何人胆敢在我紫霄神朝放肆？不孝子孙夏云天拜见老祖，恳请老祖出手，解我紫霄神朝危亡之局。老夫夏吉霸，谁敢放肆？夏吉霸，紫霄神朝老祖，2000多年前的人物，实力极强，霸道无比，乃是当初紫霄神朝武道天府第一人，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听到夏吉霸的名号，夏云天脸上顿时露出笑容。老祖，那是太玄宗圣子，只要将他请渡，这一战我紫霄神朝便没有败。太玄宗圣子当真是笑话，区区地煞境初期都能做圣子，看来这太玄宗当真是没那了。下一刻，他一个闪身便出现在了苏长青身前。小子，跟老夫走一趟吧。说着，夏吉霸就要动手抓住苏长青的身躯。就在这时，轰！只见夏吉霸连忙后退。什么人？夏吉霸，就凭你也敢放肆？李天玄，你还没死，这怎么可能？李天玄竟然没死，你都没死，我怎么可能会死？1000年前便是老夫的手下败将，1000年过去还是废物一个。今日老夫便送你归西。说罢，玄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了夏吉霸身前，一拳轰出，夏吉霸直接飞了出去。这怎么可能？你竟然是圣境后期武者！夏吉霸的手臂差点被撕裂开来，眼神中的恐惧抑制不住。1000年的时间，他也不过是提升到了圣境中期的实力，距离圣境后期根本就是遥遥无期。可和他同一时代的玄祖，竟然突破到了圣境后期，简直难以相信。老夫说了，你就是个废物罢了。没想到玄祖的战力竟然如此恐怖。虽然未来他有自信达到玄祖如今的高度，甚至是超越，但现在的他不过是一个地煞境武者。观看这种级别的战斗，自然是受益不小。而此刻，紫霄神朝一方，夏云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他最为心爱的皇室老祖，此刻就像是一条傻狗一样被暴打，毫无还手之力不说，还被打成了重伤。这一刻，无数紫霄神朝武者内心的信念已经开始逐渐崩塌。废物东西，1000年前饶你一命，没想到还敢挑衅我太玄宗，今日就彻底抹除。等一下，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只要太玄宗停战，我紫霄神朝一定会让贵宗满意。长青，这件事你决定，老夫听你号令。圣子大人，我紫霄神朝愿付出一半的资源送给您，希望圣子殿下高抬贵手。虽然对一个地煞境武者低头也是丢脸，不过形势比人强，夏吉霸此刻也没有其他办法。应探测到宿主面临选择：选择1，饶紫霄神朝一次，让其大出血，奖励升级5学1步；选择2，真正的反派要狠得下心，一督上下，鸡犬不留，奖励空间挪移地级秘法。这个选择怎么选？简直一目了然。我选2，老东西，你脑子没坏吧？一半的资源，真是好笑。灭了紫霄神朝，所有资源都是我太玄宗的，本圣子能看得上你那一半的资源。苏长青冷笑一声，言语中带着几分讽刺。这一番话直接让夏吉霸的脸变得铁青。该死，真该死啊！多少年了，他还从未被人这么羞辱，简直是奇耻大辱！哈哈哈哈！长青说的不错，灭了你紫霄神朝，资源就全是我太玄宗的，那就别怪老夫的拳头不认人。既然如此，那就送你下地狱吧，废物东西！说罢，玄祖一个天拳碎石，夏吉霸身死无成，一个不留，怜悯不存在的。修行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太玄宗又不是慈善堂，宗内弟子的修行资源要靠自己搏杀才能。启禀圣子，紫霄神朝帝都已经屠戮一空，皇室之中没有任何活口，全部斩杀。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奖励空间挪移地级秘术。空间挪移可进行空间移动，移动距离与修为有关。圣子，我等找到了紫霄神朝的藏宝库，里面蕴藏着紫霄神朝数十万年的资源累积，庞大无比。王峰主，你清点好上报宗门吧，我就先回宗门。圣子放心，我马上就清点上报宗门。要知道，清点资源可是个肥差，油水很足，若是有幸留下一点资源，那绝对是轻而易举。因此，王青云很是激动。此刻太玄宗大殿，一众宗主也都坐在位置上。诸位，方才收到消息，长青已经攻下紫霄神朝玄域，国太玄域不仅获得紫霄神朝的所有资源，而且版图大大增加。太好了，不愧是圣子，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拿下了紫霄神域。就是，圣子殿下当真是我太玄宗的希望所在。 3日后就是圣子册封大典，这场大典代表的是我太玄宗的脸面，一定要做到最好，不能出任何问题。众人自然知晓，这一次的圣子册封大典代表的乃是太玄宗的脸面，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宗主放心，我等绝不会出任何问题。行了，长青这几日就回来了，诸位去安排吧。行了，长青这几日就回来了，诸位去安排吧。邹长青回了凌云峰就开始修炼，半晌，他从地煞境初期突破到了中期。长青小子，看样子实力提升了不少。还行，玄祖，咱们该去了大殿了。距离圣子册封大典开始还有3个时辰的时间。也就是你小子敢指使老夫，若是换做别人，老夫鸟都不鸟。很快，两人到达宗门大殿，此时还来了其他宗门的代表团队，特意来参加大典。哟，老和尚你也来了，一大把年纪了，没几年活头了吧？魏施主身上杀气依旧浓郁，如此下去必有灾祸，不如来我禅心寺青灯常伴古佛，冲刷身上戾气。嘿，老和尚，你真虚伪，本尊杀人无数，你禅心寺杀人也不少吧？非得冠冕堂皇，真是可笑。太玄宗上下坐满了无数武者，就在这时，太玄宗圣子苏长青走了出来。这孽徒还挺帅的，不愧是我
我的弟子。顾熙冉心中高兴坏了，今天是苏长青的好日子，那自然也是他的好日子。苏长青站在莫名身旁，欢迎诸位来到我太玄宗，见证我太玄宗圣子册封大典。苏长青乃是我太玄宗年轻一辈最强天骄，举世无双，剑震天下，剿灭紫霄神朝。立下大功，本宗决定册封苏长青为太玄宗圣子，地位与本宗相等。苏施主屠杀紫霄神朝亿万民众，明明已经攻破帝都，却还要徒增杀孽，杀人屠城，不是君子所为。施主身上杀孽太重，久之必有祸。哪来的小王八犊子，敢在圣子册封大典闹？岂有此理！你是什么东西？贫僧禅心寺无尘，不过阐述一个事实而已，希望苏施主能够及时回头，莫要执迷不悟。你说我杀孽太重，久之必有祸，对吗？不错。你禅心寺在这数万年的扩张之中，吞并无数势力，造下的杀孽远比我多吧？苏施主，方才你的话过分了吧？过分，老夫倒是不觉得，倒是你倚老卖老，真不是个东西，有本事就动手啊！不如这样吧。3个月后，本圣子亲临禅心寺，当着天下人的面赏你几招，如何？所有人被苏长青这番话震得不轻。3个月后亲临禅心寺，赏他几招。那3个月之后，贫僧恭候苏施主大驾光临。好啊，洗干净脖子，等着本圣子驾临吧。很快宴会结束，翌日清晨，大殿之中只有苏长青和莫名两人参见宗主。长青，这次找你来是为了那天金元石，这枚天金元石是你想怎么处理？宗主，这天金元石能让至尊境武者突破圣境。铁峰主在至尊境巅峰多年，不如将这枚天金元石给他吧。铁峰主原名铁山，乃是执法宗宗主，至尊境巅峰修为，为人铁面无私。你确定？铁峰主劳苦功高，为宗门做了这么多贡献，理应给他。至于我日后突破圣境，想来是用不到这玩意，不如给铁峰主。不如给铁峰主。好，本宗没看走眼，这次禅心寺胆敢在我太玄宗地盘上放肆，太过分了。本宗打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探测到宗主打算对禅心寺动手，选择1，小惩大戒，给禅心寺点颜色看看奖励，低级武学1部；选择2，覆灭禅心寺，奖励未知大礼包1份。覆灭禅心寺，童子哥这个选择还真是难度不小，但童子没有说时间限制，这无疑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我选2，宗主。我有一个想法，苏长青这小子鬼点子太多，而且胆子太大。你说禅心寺如此挑衅我太玄宗，依我看不如直接将他灭了，以绝后患。宗主你觉得呢？我靠，这小子疯了吧？覆灭禅心寺，他真敢想啊！禅心寺能屹立不倒这么多年，底蕴深厚，岂是太玄宗能够覆灭的？虽然莫名说给禅心寺点颜色看看，但那也仅限于局部战争，并不包括全面战争。而苏长青一上来就直接把难度拉了。长青，禅心寺底蕴深厚，高手众多。我知道，如果4大圣地一同围攻禅心寺呢？让4大圣地联手，这怎么可能？若是做一个局，挑起天剑宗和禅心寺的矛盾，只要天剑宗上了，咱们这艘贼船南宫家也就不得不顺从。这怕是难度不小。我听说前些日子天剑宗的边境处发现了一座圣级灵脉，珍贵无比。若是禅心寺忍受不了这个诱惑，主动出手，2大势力的争端不就起来了？没错，我这几天打算去一趟无极魔宗，与魏宗主达成协议。好，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本宗拼了命也会办到。多谢宗主。铁山此时来到了大殿，莫名将天金元石亲手放到铁山手中。圣子说此元石给你，这等宝物给我了，多谢圣子，在下必定不辜负圣子期望，维护宗门利益。这可是突破圣境的机缘，谁能不动心？虽说是维护宗门利益，但苏长青则代表了宗门，维护苏长青的利益就是维护宗门利益。铁峰主不必客气，希望这枚天金元石能让你尽快跨入圣境。3个月后，铁峰主还有大用。3个月后有大用？难不成3个月之后宗门有什么大动作？明日长青打算去无极魔宗一趟，本宗打算让玄祖一同前去。凌云峰师尊大人的府邸。师尊大人，是这样的，我和宗主商议，3个月后覆灭禅心寺。3个月后覆灭禅心寺，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没开玩笑。我这次去无极魔宗，就是为了拉魏宗主一同动手，而后再联合天剑宗和南宫家4大圣地一同出手，禅心寺必死无疑。原来如此，师尊大人放心吧。行了，你去吧，为师闭关3个月，届时覆灭禅心寺，也算是为你出口恶气。2日后，你们抵达无极魔宗山脚下。父亲，太玄宗圣子到了。好啊，这小子可算是来了，本宗等他好久了。然之，随魏父去迎接太玄宗圣子。见过魏宗主，这次来无极魔宗多有叨扰。本宗等你许久了，今日可算是来了。来我无极魔宗就不要搞那一套繁文缛节，随本宗上山。魏圣武很是热情，仿佛苏长青是他的私生子一般。面对魏圣武表达的善意，苏长青也有些意外。很快，魏圣武带着苏长青进入大殿。长青，来，坐我旁边。上次你对禅心寺那2个秃驴太解气了，本宗回来之后越想越高兴。长青这次来无极魔宗，有事跟魏宗主商量。长青，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这里没外人。魏宗主，不知道您对禅心寺有什么看法？一群道貌岸然的东西，屡次与本宗作对，所以我有个提议，不如咱们干一票大的，把禅心寺灭了。我靠，什么鬼？把禅心寺灭了？苏长青没开玩笑吧？长青，你喝多了。魏圣武不敢置信地说道。虽然他无极魔宗和禅心寺关系极其恶劣，但魏圣武也没想过能一举覆灭禅心寺，除非自己的实力能够再上一层楼，不然的话，以无极魔宗如今的底蕴实力和禅心寺对抗，虽然不会输，但也绝对赢不了。魏宗主，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我这次来是代表太玄宗的意志而来，想与无极魔联手，一同干掉禅心寺。这小子一言不合就要出手覆灭禅心寺，而且还是代表整个太玄宗。话说这太玄宗也够颠的，就这么同意了。不过对于苏长青的提议，魏圣武没有拒绝，而是认真的思考了起来。这件事貌似有一定的可行性，2大圣地联手，禅心寺就算再强，也绝对不可能是对手。长青啊，集结咱们2大圣地的势力，覆灭禅心寺自然没问题，但天剑宗和南宫家呢？魏宗主放心，这一点
我自然是考虑过了。3个月后，我保证天剑宗和南宫家也会参战。若是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魏胜武也不过是笑笑而已，根本不会相信。可说这话的是苏长青，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了。长青，你说的可是真的？自然。好，既然如此，只要天剑宗和南宫家也一同参战，我无极魔宗一定参战，而且听从你的调遣。苏长青若是能让天剑宗和南宫家参战，禅心寺必败无疑，而且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既然如此，那就这么说定了。长青啊，你这次来本宗可是高兴得很，一定要在我无极魔宗多住几日再走。魏胜武亲切地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其他人都没这个态度，唯独对苏长青很是满意，心中止不住的亲近。那就多谢魏宗主款待了。哪里，本宗高兴还来不及呢。冉之啊，你带本宗去安顿一下长青，就住在你宅院旁边吧。你们2个年纪相差不大，有话题聊。好。魏冉之带着苏长青、玄祖离开了大殿。苏长青不是他无极魔宗的弟子，要不然就真的完美了。不过太玄宗圣子和无极魔宗圣女这2个称号听起来挺般配的。住处，苏圣子，这就是你的住处。多谢。晚上父亲为你准备了晚宴，晚些时候我来找你。好。长青，老夫看那无极魔宗圣女对你有点意思啊。玄祖可是过来人，虽然魏冉之一如既往的冰霜，但看苏长青的眼神始终带着几分不一样。靠，这话要是当着师尊大人的面说，他一定能砍死我。玄祖，这话可不能乱说。玄祖，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可没乱说，依我看，不仅那无极魔宗圣女对你满意，就连魏胜武那小子对你也很是赞赏。我看他怕是想要你做他女婿。魏胜武为人狂傲得很，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可偏偏对苏长青和颜悦色，不对劲，10分得有9分的不对劲。这话题不能聊了，要是被师尊大人知道就完了。3日后大殿内，什么？这就要走了？在无极魔宗待了3天，苏长青打算回去，不过看魏胜武这个样子，对自己好像还有些舍不得。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还有一些谋划也该开始了。苏长青说的乃是天剑宗那边的情况，眼下宗门还等着他回去指挥，自然没时间在无极魔宗多待，毕竟这件事太重要。既然如此，那本宗就不留你了。若是有空随时来，就把无极魔宗当成你自己的家。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把本宗当作你父亲。这要是换做一般人，恐怕当场磕头跪地认爹。毕竟魏胜武这条大腿可是不简单，有他罩着，整个天武大陆都没几个人敢忍。长青，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走吧。宗主和你师尊都挺想你的。3日后，苏长青和玄祖回到太玄宗，这次也是出去很多天才回来。长青回来了，莫名脸上带着几分笑容。苏长青出去这几天，他心中也时常担忧。虽然有玄祖跟随，但毕竟苏长青承载的乃是宗门的未来，绝对不能出一点问题。长青，这次去无极魔宗如何了？魏胜武有什么态度？苏长青将事情大概原本说了一番，当然了，他自然也是隐去了一部分。莫名听完脸上露出笑容。好啊，无极魔宗这边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天剑宗了。前些日子我按照你的要求，偷偷囚禁了10个禅心寺武者，都是天罡境修为。放心吧，宗主，这件事交给我了。看着苏长青自信满满的样子，也就不再询问。虽然不知道他有什么手段，但莫名还是选择了相信。好，那几个天罡境武者都在地牢之中，你随时过去安排。好。听说这次去无极魔宗，魏胜武对你青睐有加，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你的天赋呀。靠，魏胜武那个王八蛋，不仅当着老夫的面想拉拢长青，还想让长青认他做爹。我呸！大晚上的还安排他女儿找长青交流武学，那他妈是交流吗？就是色诱。下贱。苏长青仿佛看到了师尊大人冰冷的脸上闪过一丝的冷意。玄祖他老人家是懂背刺的，其实吧，也不是色诱，就是正常的武者交流，同龄武者之间交流一番武学感悟，这很正常，对吧？放屁！长青你还年轻，莫要被那魏胜武蒙蔽了。魏胜武那臭小子一肚子坏水，你可不能上当。如此说来，这魏胜武确实没安好心。长青啊，以后多加注意，尤其是无极魔宗的拉拢。好不容易出了苏长青这么个顶尖天骄，未来可期，莫名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魏胜武拉拢？师尊，其实你应该能理解我的，对吧？理解。我靠，这个是怎么个意思？理解还是不理解啊？不多时，众人离去，苏长青跟着师尊大人回了凌云峰。进来。师尊，时间不早了，徒儿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徒儿先行告退。听说你与那无极魔宗圣女相谈甚欢，日夜论道，想必收获满满。为师我前些日子闭关也有些精进，不如切磋一番。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可是圣境武者，我就是个破地煞境的菜鸡。师尊您说笑了。为师从来不开玩笑。